祖宅这么偏，拆迁款居然有3000万。老公给人担保，背了1000万债务，有了拆迁款，我再也不用一天打5份工了。个10、百、千万、10万、100万、1000万。老公，我们发财了！我就知道我没有嫁错人。老婆，你嫁给我包享福的。以后再也不用买彩票了。哎呀，咱们家的祖坟也算是冒青烟了。都坐下来，个个都杵着干什么？我今天叫你们过来呀，就是想商量一下，这个3000万和这套安置房该怎么分配。大哥，你已经买了一套房了，我和林阳还跟妈挤着睡呢。这套安置房不如分给我们。不能告诉他们我的房子已经被法院查封了。当然，我跟你嫂子有一套房就够了。还有哥，当年为了供你读书，妈可是做主卖了好几套祖宅呢。但现在算下来，怎么也值个1000万吧？话也不能这么说吧。当初你结婚的时候，妈不也卖了些祖宅？哥，你说这话老公，这可是咱亲哥，哪能算这么清？妈，照我的意思，大哥分1000万，林然分2000万，以后我们伺候你养老。还给妈养老呢，妈的棺材本可都给你们了。嫂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陪着妈开心，妈给我钱她乐意。我哥都没出生，你管什么？你是谁管吗你？不管有没有拆迁款，给妈的养老费我们1分也没少。房子可以没有，但拆迁款必须平分。你够了！我还没死呢，轮不到你们分家产。结婚几年，一个个的都是不下蛋的母鸡。你们谁要是能给我生个长孙，奖励1000万。老婆，愣着干什么？回房造娃啊！小叔子都去造娃了，我们也得抓紧。妈，我下次再来看你啊。盼了这么多年的孙子，可算是有着落了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妈不是说想要个孙子吗？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也该圆房了。我说过，我不会碰你，我爱的只有如烟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还要娶我？要不是我爸的遗愿，你以为我清北毕业的高材生会娶你一个大学都没上过的街头小贩？你爸当年也只是我家司机，要不是因为我家道中落，父母双亡，你以为你能欺负得了我？如烟就从来不会跟我计较这些，你果然连他一根头发都比不上。都怪你没用，都什么病不好，非得什么弱精症。现在孩子生不出，那1000万难道白白给大哥大嫂？真烦！老婆，这大哥大嫂的感情出了名的不好，他们要是生得出孩子，那才有鬼嘞。这可是足足1000万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为了钱生孩子啊？要不我先假怀孕，等拿到钱再说。妈，我怀孕了！什么？真的？哎呦，太好了！妈，您坐。大嫂，你跟大哥夫妻生活一直不和谐，你怎么会突然怀孕了？我跟你大哥夫妻生活和不和谐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在我家安监控了？你怎么说话的？我都舍不得凶我老婆，你凭什么对她指指点点？女人啊，就得让男人护着，不然连屁都不是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少说2句。陛下怀了肚子里的孩子，林妍有弱精症，怎么会这么容易怀上孩子？难道是假怀孕骗拆迁款？妈，您说的对，不能吓着孩子，不然我跟弟妹一起去医院做个产检吧。我肚子好好的，做什么产检？没听人说吗？产检做多了会把肚子里的孩子吓跑的。就是，你要做产检，你们自己去，别拉上我。不去医院做产检，怎么知道是不是真怀孕了？万一是假的呢？什么？假的？大嫂，说话可要讲良心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怎么敢骗妈？妈，别听他瞎说。你胡闹也有个限度，我们都没同房过，哪来的孩子？要是被拆穿了，我这脸还要不要了？够了！
一家人吵吵闹闹像什么话？产检可以不做，你们谁要是敢欺骗我这个老太婆，拆迁款就别想要了。什么？这妈，您说的对，我们哪敢骗您啊？妈，只是这前3个月胎相不稳，你就别太用心了。这万一……呸！说什么晦气话呢？从现在起，你和大媳妇就搬来老宅，两媳妇让我守着，我看能出什么幺蛾子。妈，这也太麻烦你了。我觉得妈说的挺好的，就这样，我跟林远今天就搬过来。那就成。这件事啊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你赶紧和媳妇回去收拾东西啊。娇儿，你别以为有妈在就可以上我的床，你做梦！那太好，我也不稀罕。都怪你出了什么馊主！要是这事被妈发现就完了。我实在不行，假装流产。妈现在护你护得跟个宝贝似的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怕什么？大嫂跟我向来不对付，到时候……儿媳妇。会变成这样？我的孙子没了，媳妇还瘫痪了。哎呦！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没想到你媳妇这么恶毒，她居然把儿媳妇从楼上推下来，害得儿媳妇孩子没了，人也瘫痪了。什么？江婉，怎么敢的？老公，我没有，你听我。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，你还狡辩什么？赶紧跪下磕头道歉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藏着什么心思，你就想除掉儿媳妇的孩子，好多分1000万的拆迁款。我告诉你，没门！我说了我没推他，你们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相信我呢？好，你既然心思这么歹毒，1000万拆迁款你就别想要了，我直接给儿媳妇家拿赔偿。这场祸水都引就是妙，不愧是我老婆。妈，您之前不是说谁能够生下长孙就多拿1000万吗？我媳妇儿已经怀了孩子，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如果我孩子可以回来，我宁愿不要这1000万。是啊，妈，这钱再多有什么用？这也弥补不了我老婆心中的创伤。那要是多这1000万，那也算是心理安慰了。二房为了拆迁款，故意给我使绊子，我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妈，您不觉得这一切发生的都太突然了吗？就好像提前预谋好了一样。你都把我老婆弄瘫痪了，你还敢污蔑她？你信不信我说你？江婉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？赶紧给你弟媳道歉，否则你不会幸免。我恶毒？你宁愿相信叶真，也不愿意信我，那你去跟他过呀。装瘫痪真累，饭都吃不上，饿死我了。叶真果然在骗人，我现在去告诉妈。妈，我刚刚看到弟妹在厨房偷吃，她根本就没有瘫痪。什么？他可不能诓我老太婆。走，去看看。你说我装瘫痪，说得过了呀？万一你妈要是嫌弃我，她要你跟我离婚怎么办？怎么会？我妈那是出了名的老好人，做不出那事儿。放心吧。再说了，不给她下一针猛药，这1000万哪有那么容易到手？那就好，那我就好好装瘫痪，等钱一到手，什么都好办。妈，大嫂，你们半夜来我房间干什么？大媳妇说看到二媳妇在厨房吃东西，我过来瞧瞧。妈，大嫂害我成这个样子，你居然还信她说的话？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活了。妈，我媳妇都瘫痪了，这全身上下能动的也就一张嘴，床都下不了，怎么可能去厨房找吃的？再说了，这医生都写的明明白白，你可不能随便冤枉好人啊！江婉，你先是推二媳妇下楼，现在你又污蔑她，你把这事给我说清楚，要不然我家法伺候。诊断书也能造假，更何况弟妹瘫痪这么严重，为什么不住院？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
姜王，你大晚上不睡觉，在这里吵什么？大哥，快管管大嫂！我都成这个样子了，他还往我身上扣屎盆子！什么叫扣屎盆子？明明就是你们两个合起伙来在骗嘛！大嫂，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跟放屁一样张嘴就来啊？有本事就拿出证据出来！我弟说的没错，谁主张谁举证。既然你说他们欺骗了妈，那证据呢？拿出来！李远，我是你老婆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信我？法大于情，我只相信证据。既然你没有证据，那就赶快给弟弟和弟妹道歉。我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是没证据那就是污蔑，我只能对你用家法了。妈，把手拿出来！你的心里只有如烟，我果然不该对你抱有任何幻想。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了，你们谁要是敢欺骗我，就给我滚出林家！拆迁款1分也别想要！让你装瘫痪污蔑我，这一针下去，看你怎么装！弟妹瘫痪吃药不管用，不如试试针灸。不行，这个昨天妈可是放了狠话，要是让她发现我跟我老婆在骗她，拆迁款肯定没戏了。妈，现在治疗瘫痪最管用的方法就是针灸，难道你不想让弟妹好起来？怎么会？叶真是我老婆，我巴不得她早点好呢。那你拦着我干什么？还是说弟妹根本就没有瘫痪？你平常对弟妹可是宠上天，今天怎么回事？难道你嫂子说的是真的？我昨天为了你对大媳妇家法伺候，你要是敢欺骗我，就别怪我把你逐出家门。妈，你误会了，我老婆她从小就怕打针，这么长的针，她肯定受不了。老公，你可千万要撑住啊，可不能让这个贱女人扎我。哼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受不了也得受，万一就扎好了呢？对，大媳妇说的对，瘫痪可是一辈子的事，不能马虎。这件事我做主，大媳妇尽管扎。真是个贱人！等我拿到拆迁款，一定让大哥把你扫地出门。得嘞，保证把他扎跳起来。先别睡了，我来给你治病。哎，要治病也是医生治，万一你把我老婆扎坏了，你负得起这个责吗？大哥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焦婉，我的确不知道你还会针灸，不会的事情你不要逞强。你不知道的多了。妈，你也知道，以前我爷爷是海城最著名的中医，我作为他唯一的孙女，懂针灸也是理所当然。没错，姜老先生是中医界的大拿，你尽管扎，妈就信你最后一次。老婆，不行了，我拦不住了，你可千万忍住啊！万一要是让妈知道了，那咱们的拆迁款、房子可就都没了。好，为了房子和拆迁款，我一定忍。哼，弟妹，我这针可是专门针对瘫痪的穴位扎，保管一针见效。不过，要是没瘫痪的话，可就什么？这针凶狠，要是扎到穴位的话，说不定就真瘫痪。什么？你居然敢骗我！你根本就没有瘫痪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要是妈被你们欺出个好歹来，你们负担得起吗？你倒是跟妈解释解释啊！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呀。这床上有蟑螂，我媳妇儿最怕蟑螂了，这就是条件反射。哎，妈，你看我媳妇儿手都动不了，这怎么可能是假瘫痪嘛？哼，要真是条件反射的话，那说明我还没有扎到位。不如我再给弟妹扎2针。不行，你刚刚扎我的针，我现在都觉得胸口痛，你肯定是外扎的。对，你扎针手法一看就不行，不准你再碰我媳妇儿了。去把楼上的张大爷请下来，他可是老中医，
儿媳妇这瘫痪不瘫痪，他一看便知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完了完了，要是被妈发现我是假瘫痪，那我的拆迁款和房子就都没了。哎，老哥您好，都是邻居，给你儿媳妇儿把脉瞧瞧。你儿媳妇儿啊，真的瘫痪了。什么？张大爷，您再好好看看，这怎么可能是真瘫痪？我行医几十年，还轮到你一个小娃娃来质疑我？还好我机智，早就发现买通了张大爷。张大爷，辛苦你跑一趟了，我去送你回家。事实都已经摆在眼前了，难不成张大爷还会骗妈？可是你明明……够了！你把儿媳妇害成这个样子，你还3番5次的污蔑她。要不是看着你肚子里怀着林家的孩子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扫地出门？如果妈知道我跟江婉根本没有缘分，我是不是就可以离婚全冤了？妈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您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相信我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心思，你不就是想搬弄是非，多拿点拆迁款？没门儿！妈，我嫁给林家这么多年，从十指不沾阳春水到每天洗衣做饭，为了赚钱，我一天打5份工。在您心中，我就是这样的人是吗？一点小事就这么斤斤计较，果然是街头小贩，上不得台面。就是。好啊，既然你们都这么瞧不起我，那我们离婚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跟林月离了婚，拆迁款1分也别想拿到。好，不要就不要，我有手有脚，能养活自己。我看你简直是疯了！你肚子里还怀着林家的孩子，你现在离了婚，我看谁敢娶你！我身上背着1000万债务，还得靠江婉赚钱还利息，拆迁款到手了，再跟他提离婚也不迟。够了，弟媳已经瘫痪了，李岩都没有吵着要离婚，你在这里闹什么？要是被别人看到，该怎么看我？回房，别在这里装可怜。没一个省心的。你不是一直觉得是我抢了如烟的位置，想跟我离婚吗？现在我给你这个机会，你假惺惺的干什么？你也配提他？要不是我爸的遗愿，你以为我会娶你这个扫把星？我一看到你就恶心。我恶心？那你为什么要让我怀上你的孩子？到现在还装什么？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我有碰过你吗？你哪来的孩子？什么？大嫂的孩子居然也是假的？你是妈最引以为傲的儿子。你说他要是知道你不过是一个被公司开除、背了一屁股债的人，会怎样？你我看大哥大嫂哪来的脸跟我抢拆迁款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既然你处心积虑陷害我，我一定要揭穿你的真面目。医生，麻烦你帮我看看肚子里的孩子。朱一恒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几年不见，怀了孩子，你的未婚夫都不认识了？别开玩笑了，自从我家破产之后，我们的婚约就已经取消了。可是我没有。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我现在有丈夫，还怀了孩子，过得非常好，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我家已经破产，但你还是整个海城最受瞩目的朱家继承人，我绝不能成为你的笑柄。少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给江小姐的夫家安排了拆迁，拆迁款在林老夫人寿宴当天到账。希望江晚可以因为这笔钱过得更好。少爷，如果江小姐的丈夫真的待她很好的话，那江小姐她也不会一个人来做产检。他们敢！要是让我知道他们对江晚有一点不好，拆迁款1分都别想要。
来看看。你疯了？我们家哪来这么多钱？哥，小点声，待会儿别人听到还以为我们买不起呢。哥，我可问过妈，咱们的3000万的拆迁款，今天中午1点就可以到账，还有1个小时，我们可就是千万富豪了。哎呀，再说了，区区的10万，就当是我出钱哄妈开心了。算你小子还有点人气。妈，上次您不是和叶晴逛街吗？她一眼就看出来你喜欢这条项链，然后呢，特意叫我买给你的。您看看喜不喜欢？喜欢，太喜欢了。最重要的呀，是你们的心意。我让你给妈准备的礼物呢。妈，这是我为您画的一幅山海图，祝您寿比南山。这是什么呀？以为随便画上几笔就可以当做寿礼了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大哥没钱买呢。我让你给妈准备寿礼，你就拿这个垃圾来糊弄我吗？你是不是存心打我的脸？这画我足足画了1个月，你凭什么扔掉它？你画了多久关我什么事？你以为你是什么文人墨客吗？你的画在我眼里跟废品没区别，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。那你倒是给我钱啊！你1分钱都不给我，还想要什么名贵寿礼？难道我去卖肾吗？你打呀！有本事连我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打死！好了，别吵了，都是一家人，1份寿礼而已，心意到了就行了。以后不准拿我的孙子说事，赶紧做。你果然是个泼妇，连容颜一根头发都比不上。村长呀，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，3000万的拆迁款还有1个小时就打到我的卡上了。今天我索性就把这个钱给你们分清楚，免得你们两方争来争去。大房1000万，二房2000万。什么？我才1000万？大哥，你媳妇儿都把我媳妇儿搞成这样了，那1000万就当补偿了。我觉得妈分配的没问题，这是我应得的。老大，你从小就听话懂事，你弟弟呀，他没有那个本事，以后他还要照顾一个瘫痪的媳妇。哎，你是大哥，你就吃点亏啊！妈，您从小就偏心弟弟，我努力学习，想尽一切办法讨您开心，你就不能对我好点吗？你胡说什么啊？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哪里偏心了？那你就算不管我，那我媳妇肚子里的孩子呢？那是您亲孙子，难道您连亲孙子都不管了吗？你愣着干什么？说话呀！我要是只分到1000万，你那100万也别想了。我知道，不用你提醒。妈，我知道您心疼弟妹瘫痪，想多分点给二房作为保障，但弟妹分明就是假瘫痪。大嫂，我媳妇瘫痪的事，你拿出来说几次啊？除了会往我们身上泼脏水，你还会干什么你？就知道你们不承认。妈，您看看这段监控，因为这样子哪里像是瘫痪了？你们敢骗我！你们敢骗我！都露馅了还装！你个贱人，你敢推我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疯起来啊！你敢推我媳妇儿，我看你欠揍吧！你是？你们敢骗我！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你快跟妈解释啊！这都被抓现成了，解释什么呀？解释！我看你早产，身体弱，从小我就对你更加照顾，你倒好，为了钱竟然敢骗我！妈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们这多1000万不也是为了给你养老吗？我教你的都教到狗肚子里去了！你既然这么没良心，拆迁款你就别想要了。你别呀，妈！再说了，骗你的又不止我一个，真是的。你什么意思？大嫂她压根就没怀孕，大哥大嫂他们根本就没有同过房，哪儿来的孩子？你在我家听墙角了？我跟林远有没有同房过？你怎么知道？老二，你可不许胡说，凡事都得要有证据的。谁说没有证据？啊，听听，在我面前还演什么？结婚这么多年，我根本就没碰过你，你哪来的孩子？妈，你可都听到了，这可是大哥亲口说的，他压根就没有碰过大嫂。哎呦喂，我造了什么孽？一个个都不争气，就知道欺负我老婆子，我死了算了。妈，我没骗你，我真怀孕了，不信你摸摸看，这是我的产检报告。还真是2个多月了。大嫂，大哥都没碰过你，怎么可能怀孕？
该不会是在外面找的野男人吧？江婉，事情已经败露了，你还要装给谁看？就算你真的怀孕了，那也绝不可能是我林家的种。你居然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。2个月前你替人担保被人怪罪，难道这个孩子你不想认吗？原来是那天，可我明明记得那天我是跟如烟在一起。连做梦都是你的如烟。那我把孩子打掉，我们离婚。大媳妇，你别冲动，听妈的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啊。妈，大哥都不承认他跟大嫂上过床，你可千万别被楚幽蒙了心，听信了他的鬼话。他这肚子里的孩子肯定就是个野孩子。林远，你今天就好好跟我说清楚，你到底有没有跟大媳妇同过房？我要是不承认，拆迁款说不定就没了。可我要是承认了，岂不是要给别人养儿子？林远哥哥，我本来是不想来找你的，可是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，我已经怀孕2个月了，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找你。如烟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那我要当爸爸了。我哥看起来挺老实的，没想到私底下玩这么花。你以后要是敢在外面找女人，我掐死你！老婆，我哪敢呢？林远，我才是你老婆，我肚子里怀的才是你的孩子。老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妈，爸当年明明知道我最爱的是如烟，可他非逼着我娶江婉。我已经错过如烟很多年了，我不能再错过她了。林远，你要是但凡当年有点血性，就不会娶我。你耽误了我这么多年，现在还要伪装成一个受害者的样子，你恶不恶心？我恶心？当年你家破产，要不是我收留你，你早就成了一个乞丐。就是为了还当年的恩情，我才1天打5份工替你还债。还债？还什么债？妈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林远就是为了给这个女人担保，背上了千万债务。你怎么知道？若小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不说，不代表我不知道你做了那些恶心的事儿。这么说，这1000万是真的？真是造孽呀！怎么说，你也是清北毕业的高材生，你怎么就这么拎不清啊？林远哥哥，我是不是不应该来这儿？我不想给你添麻烦的。不行的话，我现在就走。不，如烟，我已经很对不起你了。你现在怀孕了，我一定对你负责到底。好啊，你可以对他负责。那我们离婚，担保的债务你别想赖在我身上。离就离，反正我早已不想跟你过了。不就是1000万吗？等拆迁款下来，我分分钟就能还清。林远这男人还真是好骗，我随便哭诉2句就帮我背上了1000万债务，现在还要为了别人的孩子跟老婆离婚。够了！你的婚事是你父亲生前定的，我绝不会允许你为了一个外面的野女人违背你父亲的遗愿。少爷，江小姐的婆婆就在我们旗下的酒店举办寿宴，吩咐下去，今日的消费由我买单。是。等等，去准备一些寿礼，由我亲自送过去，希望他们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可以善待江婉。你也是用心良苦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我知道我未婚先孕，老夫人定是瞧不上我的。既然如此，我现在就走，就算以后跟我的孩子一起流落街头，也绝不会回来惹老夫人闹心。妈，如烟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孩子，您难道真的愿意让你的亲孙子流落在外吗？江婉，虽然林远不对，但是如烟怀了他的孩子，要不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妈，我原本以为您是个明事理的人，没想到您竟然说出这种话，您太让我失望了。妈是以为你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孩子，才会对你好言相劝，不然你以为你的野种能进我林家的族谱？你做梦！大媳妇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林家的种啊？妈，我到底还要跟你说多少遍？我压根就没碰过江婉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我的，我看到她的脸根本就没兴趣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既然你们都不信我，那我也没什么要解释的了。离婚协议签了，从此以后我们恩断义绝。林远哥哥，姐姐随身都带着离婚协议，该不会早就想跟你离婚了吧？签就签，反正我也无所谓。没了我，
你就等着和你的野种一起沦落街头吧。孩子大了，真是管不了了。哎，离婚协议已经签完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把你的3金还给我，那是我爸留给未来儿媳妇的。既然你要走，就不配把她带走。林远，我想过你无耻，没想到你这么无耻。好啊，都还给你。你干什么？要是伤到如烟，我对你不客气。没关系，林远哥，我没事。江婉姐姐刚刚离了婚，又没有人要，心里不痛快是正常的，别生气。还是你心地善良，善解人意，不想她活生生的一个怨妇。老公，大嫂嫁给大哥这么多年，离婚了连3金都没有，这也太……嘘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别说了，大哥大嫂的私事，咱别瞎掺和。如烟，这些破烂货不值钱，等拆迁款下来了，我给你买新的。我以前确实是个怨妇，但现在不一样，我终于解脱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家酒店也是朱家的产业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就是江婉的奸夫，对不对？我才刚跟他离婚，你就过来了，你可真不要脸！离婚？你们离婚了？帮我演戏。对啊，他就是我的奸夫，是我孩子的父亲。你不可以的，他通通都可以。这朱一和看起来可比宁远这个废物强多了。江婉凭什么能找到这么好的男人？你个贱人！这要是在古代，你可是要进猪笼的。你这么多年书白念了，大清都亡了多少年了？你能让小三上门逼宫，我不能找新男人？亏我还特意给林家安排拆迁，他们居然这么对你。林家拆迁是你安排的？我只想要你过得好一点。江婉，离婚就离婚，你何必找一个小白脸在这里演戏？简直是自取其辱！哼，还有1分钟，拆迁款马上就要下来。3000万的拆迁款，我看他下不来。他怎么知道拆迁款有3000万？少爷吩咐，林家老宅拆迁计划取消，立马拦截拆迁款。你演戏演的还真是像，不过就是太容易被拆穿了。支付宝到账250元。什么？250块？真是个不错的数字，很适合你。哥，这拆迁款不是3000万吗？怎么到这250块？快给村长打电话，看是不是弄错了。是啊，林远哥哥，拆迁款可不能马虎，赶紧打电话问问。村长，我是林远，我想问问我家拆迁款的事情。拆迁被取消了，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喂，是你取消了我家的拆迁款。是又如何？像你这种见异思迁的渣男，根本不配做一夜暴富的美梦。如烟，以为你发了笔横财，想让你接盘，没想到你真是没用的废物。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肚子里面的不是我的孩子？一个舔狗而已，也想跟我上床，做梦吧。可是那天晚上明明是我跟你……那天在酒吧，我陪你喝酒，不过就是想让你帮我担保，我可是一根手指头都没有动。如烟，我这么爱你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爱，挺个屁用！一文不值的东西。你老婆之前那么爱你，一天为了你打5份，你有正眼看不看？大哥，拆迁款都没了，你还想着追女人呢？你脑子被驴踢了？是啊，大哥，你赶紧去跟大嫂道歉吧。她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，说不定会原谅你。老大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大媳妇道歉！江婉，我错了，是我被鬼迷心窍。江婉，我求求你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不会真的要原谅他？我都跟他离婚了，不是吗？江婉，我大儿子不争气，伤了你的心，可这孩子是无辜的。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不会打掉孩子的。我先走了，您保重。大媳妇，林远，我警告你，离江婉远一点，否则我将让你在整个海城都无立足之地。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。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
延续我们5年前的婚约，嫁给我。好，